赫尔松方向困守第聂伯河岛区的第205团已经被乌军消灭，俄军第49军的精锐部队被调往扎波罗热方向。那么俄军第205团是如何覆灭的？当前第聂伯河左岸的战事如何？9月8日，乌军消灭了大部分位于孤岛的俄军第205团士兵，岛上剩下官兵只能自求多福，早日成为交换基金。至于205团那些没有去孤岛的士兵，则被第49军拆分成营级单位，增添新招募的克里米亚动员兵进行重组。不知道这个番号会不会被保留？这个第205团其实是摧毁大坝的头号战犯。早在8月23日，就有多个俄罗斯军事博主在社交媒体上爆料，第205团有多个中队困守第聂伯河岛区，被乌军炮火轮番袭击，损失惨重，并且声讨第205团的指挥官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将士兵送到岛上送死，在没有任何炮火支援的情况下派遣多个侦察中队向前推进，当时闹得沸沸扬扬。不过现在俄军已经不用为这事儿烦心了，第205团已经没了。就战事过程来看，俄军大概率是主动放弃了第205团。第聂伯河左岸方向，从乌军在达奇升起国旗时就已经可以证明俄军防线满是漏洞。俄军之前派遣第95步枪团前往安东诺夫大桥，清理乌军桥头堡阵地，战果就是被乌军一路揍到奥列什基的西郊。同时，乌军不断炮击科扎奇拉杰里的俄军阵地。新卡霍夫卡方向，乌军也派遣了特种部队进行游击战。金伯恩沙嘴桥头堡，俄军的连续轰炸并没有什么效果。从这儿也能看出来，第205团被覆灭的原因，触发了孤立无援的 debuff。俄军在赫尔松的处境实在是太差了，海马斯袭击奥列什基、科扎奇的俄军战地，特种作战部队负责摧毁俄军仓库与指挥所，俄军没有多余的兵力去支援，被困在第聂伯罗群岛的第205团，甚至说连补给都送不上去。从9月初开始，乌军就在科扎奇地区空投部队，为此俄军甚至动用了 TOS-EA， 想要清除乌军桥头堡与空降部队，只是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乌军右岸的炮兵部队没有给俄军任何反抗的机会，直接炮火覆盖科扎奇西部的俄军阵地。俄军在卡霍夫卡的 NEVATT 雷达站也被乌军无人机摧毁。奥列什基南部，乌军使用海马斯袭击俄军大型火炮发射阵地，摧毁了俄军一个 MSTA 自走炮系统。而且随着乌军空降部队的增多，战事激烈程度也进一步加强。俄军之前试图切断达奇与科扎奇之间的联系，只是在左右岸乌军的联手进攻下，摧毁了俄军一艘高速艇、一门马斯塔 B 榴弹炮以及一辆后勤车辆与乌拉尔加油车。俄军丢下一堆尸体后退了回去，在切尔森附近，乌军还使用渡河工具将部分重型设备运过第聂伯河。乌军实施突破作战的前提条件已经准备就绪，如果没有大规模的渡河作战，无论是通过卡霍夫卡还是通过赫尔松，都不可能取得真正的突破。当然，在乌军步兵与装甲部队大规模进入之前，必须削弱俄军在左岸的防御和后勤，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乌军炮兵在赫尔松那么忙，以及乌军为什么要不断袭击克里米亚，目的就是削弱赫尔松方向的兵力以及后勤。从第聂伯河左岸的情况可以看出来，乌军在赫尔松扩大进攻面，牵制了不少俄军，而且俄军主防御线都要撑不住了，根本没有兵力去支援第205团。不过就算是俄军派兵支援，结果也是一样，乌军可以围点打援，只要来支援就要挨揍。9月7日的时候，俄军扛不住媒体的舆论，派兵支援第205团，但是在第聂伯河的岛屿附近被乌军消灭，没办法，兵力太少。从兵力部署图来看，第聂伯河群岛附近俄军一支部队都没有，而且因为扎波罗热战线吃紧的缘故，俄军把第49军的精锐部队给调走了，这也是第205团覆灭的一个原因。俄罗斯在赫尔松的防守策略很摇摆，这里的预备队在扎波罗热与左岸地区来回奔波，而且就算是第聂伯河左岸地区也面临乌军大规模登陆的潜在危险。俄罗斯国防部还是把第49军的核心战斗部队第387机动步枪旅调往扎波罗热维尔博维地区，以
以填补那里的空缺。第49军指挥官曾公开抱怨，兵力被削弱，很难完成防御工作，但俄罗斯指挥部对此不感兴趣。接下来就看看这位军长是就此偃旗息鼓，还是继续抗辩，成为波波夫第二。总的来说，第205团覆灭只能说是被俄军主动放弃了。第49军将剩余的205团士兵拆分成营级单位，后撤到克里米亚进行重组。俄军计划动员3万名克里米亚俄罗斯居民以及1万名当地人来补充左岸的防守力量。只是俄军权衡利弊后的结果大概率不会像自己想象的那样。乌军突破第聂伯河群岛之后，完全可以从岛屿过渡到左岸，同时将优势扩散到金伯恩沙嘴、桥头堡。乌军从这2个方向发起的突袭，俄军的损失将是第205团的5倍。当然了，俄军不支援也不是没有理由。就目前来看，第聂伯河左岸战斗的焦点仍然在 M17 公路沿线。从奥列什基到达奇到科扎奇再到卡霍夫卡，双方的战斗其实都是沿着这条公路展开。俄罗斯丢掉这条公路的控制权，意味着重型装备和弹药将无法从克里米亚运至南部战线。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赫尔松和克里米亚的地形图。赫尔松和扎波罗热的俄军主要靠克里米亚通过 M17、M18 高速补给。乌军炸毁克里米亚和赫尔松之间的桥梁，以及袭击克赤大桥，就是想要切断俄军的补给。现在赫尔松的乌军正沿着 M17 高速公路推进，计划切断补给。扎波罗热方向的乌军则是需要攻击梅利托波尔，彻底切断乌军补给。如果扎波罗热的乌军突破俄军第3道防线并抵达托克马克，乌军就可以从2个方向夹击克里米亚和赫尔松左岸地区。如果俄军不及时撤离，将有超过5万名士兵被困。除了人员不足、战力不行的原因，俄军内部的问题也很大。对于这些俄军士兵来说，乌军炮火不是最可怕的敌人，胡子和肩章才是。之前俄新社还报道，曾指挥莫斯科防空的军官因受贿被捕。据俄新社9月7日报道，曾指挥莫斯科防空的俄罗斯军官康斯坦丁·奥金科少将因受贿罪被捕。乌军无人机频繁得手的原因找到了，而在困守孤岛的第205团，腐败勒索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困守第聂伯河群岛的时候，第205团的侦察兵曾描述过当时的情况。团长季莫费耶夫和侦察大队长阿加波夫在没有炮火支援无人机的情况下，派遣士兵到岛上送死。首先是侦察大队接受了到达岛屿的任务，随后就被打伤俘虏。第1中队、第2中队也是如此，在没有火力支援的情况下，2天就损失了1个中队。中队长阿斯马诺夫站出来说法，就被撤职了。这一幕火力军好像在哪儿看过，果然是上梁不正下梁歪。更离谱的是，侦察小队找到目标之后，将情报传到主管那里就没下文了，要求有照片和视频证据，不能浪费炮弹。只是就算是按照要求把证据上传，俄军还是派遣突击队，而不是炮兵与空军部队。火力军看的都有点懵逼。除此之外，对于这些俄军士兵而言，基本上所有的问题都要自己搞定，比如修车，修不好就撤职。问题是这些士兵也没钱。工兵大队长谢洛科夫中校还敲诈自己的士兵，勒索金额从5万到300万不等，奖金也是自己吞一半。这不就是典型的付费打仗吗？比付费打工还要离谱。只是有问题就算了，俄罗斯国防部还不解决，他们不擅长解决问题，却很擅长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之前俄军事情报部门拘留了3名俄知名军事博主，其中包括罗曼诺夫，也就是暴露俄军在乌南种种问题的人。跟他一起作伴的还有吉尔金，被捕原因类似。这不禁让火力军想到波波夫，因为说实话被解职。波波夫告诉格拉西莫夫，自己的部队已经在前线战斗了很长时间，损伤严重，需要轮换并离开前线。结果格拉西莫夫指责波波夫危言耸听，还觉得这是在敲诈俄指挥部，并且要求波波夫坚守阵地。波波夫气不过，表示要直接向普京打小报告，结果就被免职了，并被派往危险地区执行作战任务，还是绍伊古签署的命令。被撤之后，波波夫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语音，公布了俄军前线的真相，指责俄军当前缺乏作战炮兵，对敌方炮兵的侦察能力，以及俄军大规模伤亡的现状，并且俄国防部在支援方面做的也不到位，没有足够的军事装备。就现在来看，波波夫还是含蓄了，只是公布了俄军在战力上的问题，关于内部的腐朽问题一点没提。
总的来说，俄军现在已经掉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内部混乱导致前线战力失衡，为了保证防线，只能拆东墙补西墙。扎波罗热地区形势紧张，就把赫尔松的部队调往扎波罗热，把克里米亚部分部队调往赫尔松和扎波罗热。这一来一回，就给乌军突破第聂伯河左岸与克里米亚创造了先决条件。而且就扎波罗热的形势来看，俄军的增援部队好像也没什么用，该后撤还是后撤。五角大楼国防情报局认为，乌军有机会到今年年底突破俄罗斯其余防线。就俄军内部腐朽、外部战力不行的情况来看，火力军觉得可能性很大。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乌军今年年底能突破俄军其余防线吗？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也可以在下方指正。我是火力军，下期见。